喂，你为什么没有口罩？好脏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老板多少钱85块。 ？85块。谢谢，谢谢，谢谢。哎，Lucas，你看一下这个影片。啊，晶晶。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是圆圆。我是卢卡斯。啊，你好。大家好，我是圆圆。从过年开始，那个武汉的肺炎来了，我觉得这个病真的很可怕。但是我今天要讲到一个，我觉得社会一个非常矛盾的部分，然后让我觉得很不开心。好，你们知道吗？过年之后。第一天要去上班，我是骑机车去上班，因为坐很挤的捷运我觉得比较不好。然后到公司马上被警卫叫，才知道其实公司的规则，从那天开始一定要戴口罩。那个时候只是我在想，其实我自己觉得没有那么需要，因为我完全没有感冒，我不会打喷嚏，我不会咳嗽。所以我嘴巴的东西不会喷出来，不会。然后工作的时候，桌子还是分开的，真的有一点距离。那个是我当时的想法，不过还好没关系，我还是跟大家一样戴口罩。对，但是呢，我从那天开始，我会比较注意到，上厕所的人有没有认真洗手。大部分的男生。上完厕所可能是1号，可能是2号。上完厕所，靠近洗手台，碰到水一点点，就好了。为什么？你为什么觉得所有的人一定要戴口罩，但是不用认真洗手？OK。好啦，我一直在抱怨，但是我真的不了解为什么大家愿意在药局排队1个2个小时去买口罩，但是不愿意花超过3秒钟洗手，这个是不合理的。如果你愿意花那么多时间排队，那你至少要花多一点点时间认真洗手。因为大家也知道，洗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当然，口罩是好用。法国的新闻现在也开始多一点说，大家应该开始戴口罩。没错啦，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需要有其他很重要卫生的习惯，包括洗手。我觉得大家对那个病毒，有一点不够了解它是怎么传染的。那个病毒好像是透过鼻子、嘴巴还有眼睛会深入你的身体。对 ，OK， 我们要假设一个状况，有2个人，有一个是感冒的人，他叫做 Michael， 然后另外一个人他是身体很好，他是 Brian， 然后重点是2个人都有口罩，好吗？假设啊 ，Michael 流鼻涕。他真的一直流鼻涕，然后他用卫生纸擤鼻涕。你看卫生纸啊，那么小的卫生纸，他用卫生纸擤鼻涕，他的手碰到卫生纸，所以现在手有一点点他的鼻涕的部分。对，Michael 在做捷运，所以擤完鼻涕，他还是会碰到杆子，因为捷运的速度不稳。几分钟后啊 ，Brian 来了 ，Brian 也有口罩 ，Brian 很乖，但是 Brian 也会碰到那个杆子，因为捷运一直在加速度，
好啦 ，Brian 碰到杆子 ，Brian 到了公司，然后他没有洗手的习惯，就是他到公司不会特别洗手，然后过一会他鼻子痒痒的，然后因为他没有卫生纸，因为他没有感冒，所以他做什么？他用手指挖鼻孔，因为痒痒的啊。那现在 Brian 不知道，但是其实 Brian 刚刚得了 Michael 的病。因为他碰到杆子，杆子有一些 Michael 的鼻涕的成分，那个鼻涕的成分里面有那个病毒。那如果没有洗手 ，Brian 不小心会把 Michael 的病毒放在鼻子里面，就过几天他会得了Michael 的病毒。对，所以呢，虽然Michael 和 Brian 两个人戴口罩，但是 Brian 还会得 Michael 的病。然后我觉得让我最难过的部分，你知道是什么吗？是因为Brian 得了 Michael 的病，但是 Brian 不了解，其实他得了那个病是因为没有洗手。他会以为是因为早上在路上遇到没有戴口罩的卢卡斯，他会怀疑是卢卡斯传染给他，因为卢卡斯没有戴口罩，但其实不是啊。问题是他碰到一个很脏的杆子，然后用手指碰到他的脸，这个才是问题，跟口罩完全没有关系。我不是说口罩不重要，但是我是说，你如果只有戴口罩，你不是一定有那个保护啊，还是可以被其他人传染。所有的公共地方的杆子餐厅的椅子，还是所有的门窗，都非常非常脏，因为有其他人没有洗过手的人有碰过到。从外面回家应该要先洗手，你到了公司建议你也洗手，快要吃饭你也要洗手，然后上厕所一定要洗手。我的家人最近都在担心我因为他们知道台湾离中国大陆很近然后我一直跟他们说不用担心因为台湾人很认真，马上开始买口罩这样我真的会觉得很安心，台湾不会有事啦。但是我最近看到这么少人认真洗手，其实我有点担心。我希望大家会多一点注意到洗手这个部分。我真的希望其他国家的人可以看到台湾做得很棒，台湾加油！好，这个影片到这里，请你留言分享你自己的看法。然后你如果是女生，我不知道你洗手的习惯是怎么样，因为我只能去男生的厕所。但是你可以问一下你的男生的朋友，还是男朋友，还是老公，是真的认真洗手吗？然后你可以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你的朋友，让他们更了解洗手有多重要。请你们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我跟你们说下次见，拜拜。